我叫陆远征，1级建造师，干了6年工程，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3号区钢梁偏移了12毫米，马上停工校正。这天花板谁劈的？承重结构开裂，这房子随时能塌。什么情况？这不是我的脸。1971年大西北黄沙沟，我穿越了。作为一个干了6年工程的1级建造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村子的基础设施水平大概相当于没有基础设施。我的职业病犯了。你就是新来的知青？对，我是陆远征。昨天你发高烧说胡话，喊了一宿什么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还有什么甲方爸爸。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发烧烧糊涂了，说的都是梦话。梦话？什么梦能梦到甲方爸爸？你是不是？铁牛，够了！人家知青大老远来支援咱们，高烧刚退你就审人家，支书。可他说的那些话，烧到40度，你能说出什么正常话？小陆，身子好些没？好多了，谢谢支书。好了就行。今天先歇着，明天起就跟着第3生产队干活。黄沙沟条件苦，委屈你了。好消息是，我没被当成坏人，但我要开始在1971年的大西北，靠一双手活下去了。但我毕竟是搞基建的，给我一堆黄土，我还你一栋楼。完了，这窑洞撑不过今晚。拱顶黄土层含水率过高，加上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局部垮塌。不对，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可能塌，是一定塌。区别只在于今晚还是明晚。你谁啊？踹门干什么？都出去！现在，马上！你有病吧？跑！要是刚才没跑出来，还好赶上了。队长，东边那排窑洞全部存在垮塌风险，必须马上加固或者撤人。住了20年了，塌过吗？昨晚刚塌了一孔，差点压死3个人。那是年久失修，跟别的窑洞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整排窑洞共用一个黄土崖体，一孔垮塌会改变应力分布，相邻的。说人话，一个塌了，旁边的会跟着塌。你一个刚来的知青，懂什么？那排窑洞住着7、8户人家，你让他们搬哪儿去？先搬到打谷场的棚子里临时住。知青同志，你今天第1天上工，先把自己的活干好再说，少在这指手画脚。新来的知青，今天跟我去北坡翻地，3亩，天黑前翻完。3亩，北坡全是硬地，咱们壮劳力1天也就翻2亩。你手都出血了，吃吧。你是孙铁柱，本队的，队长故意整你呢，别往心里去。看出来了，听说你昨儿救了仨知青，窑洞塌之前你就知道要塌了。你咋知道的？看裂缝的走向和宽度。你还会看这个？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家的窑洞门口也有条裂缝？行啊，你想学吗？我教你。所有人可以收工了。这个知青不一样啊，这条裂纹的走向不对，如果是自然沉降，裂纹应该是竖直的，但这条是斜的，说明井壁受到了侧向土压力。普通人听不出来，但我听过太多次了，这是地基沉降前的声音。队长，又怎么了？水井有问题，井壁出现斜向裂缝，土层在位移，如果不加固，7天之内井壁会塌。你又来，井用了几10年了。队长，窑洞塌了可以不住，水井塌了全村喝什么？知道了，我去看看。来不及了。侧向土压力已经快到极限了，照这个速度，最多撑2天。王大锤，大半夜的你疯了？水井撑不了2天了，裂缝扩大了1倍。你确定？确定。大伙儿都看到了，水井裂了。这口井是咱全村的命根子，方圆10里没有第2个水源。那咋办？去县里求援。
县里离咱80里山路，来回至少3天。等他们来，井早塌了。我能修。你一个刚来的知青，井壁坍塌的原因是侧向土压力过大，井壁没有支护结构，解决办法是在井壁内侧用木料和石块搭建环形支撑，分散土压力。简单说，就像箍桶一样，铜板散了，加个箍就紧了，井壁往外鼓，从里面加一圈箍就稳了。全村200口人的水就指着这口井，你说你能修，你拿什么担保？拿我的命担保。井塌了，处分我。让他试。支书，你需要什么？木料、石块、绳索，还有人。木料截成等长段，两端削榫口，首尾相接组成环，每一环之间用石块楔紧，从井底往上一环一环垒。我明白了，像垒灶台一样。差不多，你学得挺快。至于吗？一根木头还挑3拣4，至于？井下受力均匀，一根软了，整圈都废。上辈子在工地，我最讨厌下基坑，没想到这辈子第一个项目就是钻井。再紧一点儿，再紧一点儿。对，就是这个力度。出水了！爷保佑！好样的，陆哥，你也太厉害了吧！你这手艺到底跟谁学的？自学的。自学的？这个知青不一般啊！是啊，看着文文弱弱的，没想到真有2下子。这个知青得告诉钱卫国，就是那个新来的知青，一晚上就把井修好了，全村都在夸他。赵德厚高兴的不行，一个知青修井，是，听说手艺特别好，说什么侧向土压力、环形支撑，专业的很。那口井3个月前钱卫国打过报告要修，他请了县里的技术员开了预算，光是材料费报了200块。知道了，结果因为经费紧张，一直没批下来，有点意思。修好这条路，粮食就能运出去，粮食运出去，才有下一步的一切。可问题是，这条路的工程量至少需要全村干1个月，怎么让他们跟着我去修路？秋收。陆哥，你量这个干啥？算一笔账。从村里到粮站18里山路，牛车走一趟要多久？快的话大半天，赶上下雨就得2天。一车能拉多少粮？300-400斤顶天了，路太烂，多了翻车。去年秋收运粮，路上撒了多少？翻了几次车？撒了不少，翻了3次。我算了一下，按去年的损耗率，够20个人吃1个月。这么多？路不通，种再多粮都是白搭。钱主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听说你们修了水井。是，多亏了小陆。我知道，带我去看看。赵支书，这口井的维修事先报过公社吗？情况紧急，来不及。来不及。水利设施维护属于公社统一管理，任何维修改建都必须经过公社技术审批，这是规定。当时井壁马上就要塌了，全村200口人。你就是陆远征？是。听说你用木头和石块修的井，你有技术资质吗？没有。施工前做过地质勘察报告吗？来不及做书面报告，但我现场勘察过。赵支书，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资质的知青，未经审批擅自对公社水利设施进行改建，这算什么？这是公社的整改通知。陆远征同志的修井方案没有经过技术审批，存在安全隐患，要求立刻拆除，恢复原状。全主任，现在拆掉，等审批下来再修。这中间全村200口人的饮水，规矩就是规矩，出了安全事故谁负责？钱主任，这是我修井前画的受力分析图和施工方案，环形支撑的设计承载力是井壁实际侧向土压力的3倍，安全系数足够，每一根木料的截面尺寸和间距都经过计算。画的再好，也是未经审批的违规施工。我的决定不变，3天之内拆除，否则按违规处理，后果自负。我们回去吧。小陆，支书，他看不懂图纸。小陆，这可怎么办啊？公社书记刘万山，什么样的人？讲道理，务实，不好糊弄。那就够了。这份图纸，劳烦支书想办法递到刘书记手里，不用多说别的，让他看图就行。行，我去。陆哥，那个钱卫国是不是故意整你？不完全是整我，他3个月前打了修井报告，报了200块预算，
没劈下来。我用了几根木头和石块就解决了。你说他什么心情？那他也不能换你是他，你也不痛快。但不痛快是一回事，公事是另一事。这口井结构没问题，拆掉才是真的有安全隐患。只要有人能做出专业判断，他的整改通知就站不住脚。万一刘书记也不管呢？那就得想别的办法。但我赌他会管。一个务实的人不会让200口人没水喝。得赶紧送到刘书记那儿，不然咱们村子可要没水喝了。一个普通知青画得出那种图纸？帮我查一下黄沙沟新来的知青陆远征详细档案。这个安全系数 3.0 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小陆说的是能承受的力是实际需要的3倍。这些真是一个知青画的？亲眼看着他画的，一晚上的功夫，一笔都没犹豫。老赵，你跟我说实话，这个知青到底什么来头？档案上写的啥就是啥，但这个娃有真本事，这我敢拿人格担保。拆井的事先搁置，让周文斌去现场做一次正式验收，按技术标准走，合格就留，不合格再拆。这件事儿我会跟老钱谈。谢谢刘书记。但老赵，我得提醒你一句，规矩还是要讲的。以后但凡涉及基础设施，必须提前报备。这次是情况紧急，下次再这样我也保不了。记住了。这个小陆有点东西，你盯紧点，别让他出格，也别让人欺负他。技术员周文斌到黄沙沟对水井进行质量检查。你的环形支撑间距控制得很精确，误差不超过1厘米，损口方向全部统一向心，受力方向正确。这不是自学能学到的水平。书看得多，合格。小陆，井的事儿算是过去了，但钱卫国那个人记仇，你得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的本事我看到了，全村也看到了，但本事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你收着点儿。支书，我有个想法跟你商量。说。修路。修路？从村里到粮站的那条山路18里，现在的路况，牛车走一趟大半天，一车拉300-400斤，还经常翻车。去年秋收，光运输损耗就够20个人吃1个月。这笔账我算过，但修路那是大工程，咱们没钱、没材料、没设备。不需要，我勘察过了，整条路不需要全部重修，重点改造3个路段，2处塌方加固，1处改线绕过泥沼地，其余路段只需要铺一层碎石加夯实就行。材料呢？黄土、石灰、碎石。黄土遍地都是，石灰可以自己烧，碎石从河滩捡，全部就地取材。唯一需要外购的是几把铁锹和2个石碾子。你什么时候勘察的？修井那天之前，进村的路上我就在看了。我信你的本事，但修路不比修井，动静大，时间长，得全村出动。上面没批，私自修路是要担责的。万一修到一半出了事儿，叔，路不通，庄稼运不出去，咱们的责任更大。容我想一晚上。路通了，一切才有可能。小陆，路我同意修，支书，但有3个条件：第一，只能用工余时间，不能影响正常生产；第二，出了任何事儿我来担；第三，别让我失望，我定全力以赴。档案干干净净，那他的本事从哪儿来的？修路，他不会这么快就想修路吧？今天叫大伙来说一件事儿，修路。修路？咱们哪来的钱？就是啊，饭都快吃不饱了，还修路。支书，你不是被那个知青忽悠了吧？我先给大伙算一笔账，去年秋收，全村运粮总共跑了多少趟？少说40趟。翻了几次车？3次。翻车加上路上颠撒的，损失多少粮食？我按最保守的估算，600斤，按公粮折算，值多少钱？够不够全村人吃1个月杂面？修路不需要花钱，材料全部就地取材，只需要大伙出力气。按我的方案，利用每天工余和休息时间，20天能完工。修好之后，牛车一趟能拉700斤，时间缩短1半。1个秋收省下来的粮食够修10次路。说得好听，到时候修不好呢？修不好，我这个冬天的口粮全部扣掉赔给大伙。行，愿意参加的，明天开始。哼！黄土3成，石灰3成，碎石4成，先干拌均匀，
再掺水搅拌，然后铺到路面上，用石碾子反复碾压夯实。3、3、4，就这玩意儿，能比泥巴硬？不信，这是3天前办的。嚯，还挺沉，摔地上试试。嚯，这比砖头还硬。陆哥，这是你发明的？古人发明的，我只是改了改配方。三合土，中国人用了2000年的基础建材，城墙、官道、地基全靠它。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太会用了。排水沟坡度不够，水往低处流，你挖成平的，它往哪儿排？哎，对啊。1天下来，50米的新路成型了。照这个用量，碎石最多再撑2天。附近山上的石头都太大了，砸碎太费功夫。河滩，我来的时候看到过，下游5里里有片河滩，遍地都是大小合适的鹅卵石和碎石。对啊，好主意，陆哥。不对啊，陆哥，那片河滩不归咱们，归谁？红旗公社，他们队长马彪出了名的不好惹。上次咱们村有人去河滩捡了几块石头，被他带人追了3里地，不好惹也得去谈。没有碎石，路修不了。陆哥，你要亲自去？明天一早，你帮我打听一下红旗公社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的。啊，打听这个干什么？谈判之前总得知道对方缺什么。陆哥，打听到了，红旗公社的蓄水池漏水，漏了半年了，修了3次都没修好。马彪为这事儿急得嘴上长了一圈泡。干得漂亮，铁柱。修，再修，修不好把那个泥瓦匠给我吊起来。队长，泥瓦匠说了他修不了，得找专业的。专业的？方圆百里哪有什么专业的？陆哥，马彪那人真不好说话。去年咱村老李头去河滩捡石头，被他手下的人推了一跤，在炕上躺了半个月。他动手了？也不算真动手，就是推搡了几下。但马彪带着10几号人围着老李头骂了半个钟头，老李头吓得腿软了，回来就病倒了。所以他不是真狠，是唬人。你咋知道真狠的不唬人？真狠的人不需要带10几个人去围一个老头。小陆啊，这事儿只能靠你了，别硬来，留条退路。这些石头的直径和硬度都够用，光这一片，够我们修3条路。嘿，真不赖。哪儿来的？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实交代。黄沙沟的，来谈个事。谈事儿？哼，带着家伙来谈事儿，怕不是来偷石头的吧？陆哥，铁锹是带来干活的，不是打架的。我叫陆远征，黄沙沟的知青。你是马彪队长吧？你认识我？方圆几十里，谁不认识马队长？我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哼，交易？黄沙沟穷的裤子都穿不起，拿什么跟我交易？拿手艺。听说你们的蓄水池漏了半年，修了3次都没修好。你怎么知道的？马队长，蓄水池漏水这事儿，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帮你修蓄水池，免费，条件是你允许我们从这片河滩采石，采多少采多久，我们提前报给你，你随时可以来查。你修蓄水池？哈哈哈哈哈！我请过的泥瓦匠不下5个，县里来的技术员也看过，都说没办法。你一个知青能有什么办法？马队长，能不能先看看这个？你去看过我们的蓄水池？没去过。这是根据一般蓄水池常见病害画的通用方案。你们之前修不好，多半是因为只补了表面裂缝，没有处理池底的地基沉降。行，你去看，看完觉得能修就修，修好了石头随便你拿。如果修不好呢？修不好石头一颗都别想拿走。你以后也别来这片河滩。一言为定。你这手劲儿不像读书人，我是干活的人。就这德行，进的水没有漏得快。果然，裂缝下面的地基已经空了，土层被水冲刷掏空了一块，池底失去支撑才开裂的。地基空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出发了。来了，我可跟你说好了，这20斤糯米。马队长，
废话少说，时间紧，能不能再借我个人？你还要人？排水靠人力舀，我带的人不够，越快排干越快开挖。行，那我来帮你。打水啊？你这不是废话吗？怪不得怎么修都修不好，底下全烂了。不是烂了，是水流常年冲刷掏空的。只要把空洞填实，池底就稳了。接下来只要根据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铁柱，去睡一会儿，天亮换你。你都不睡，我睡什么？我需要你明天有体力。防水层的活更精细，手不能抖。唉，那我先回去休息了。这个知青不要命了，可以开始最后的加固了。你这手艺跟谁学的？自学的。自学？骗人！你怎么知道我骗人？自学学不出这种手上功夫。你抹灰的手法快、匀，不带一丝犹豫，这是干了成百上千次才有的手感。那就算是从小就喜欢摆弄这些东西。哼，老天爷给面子，3天没下雨，防水层完全干透了。接下来验收，可以放水了。兄弟，服了。石头你随便拿，不够我再给你找。谢了，马队长。叫马哥。明天我叫兄弟们帮你们拉石头去。钱主任，红旗公社那边出状况了。马标那个蓄水池被陆远征修好了，3天不漏了。马标当场同意黄沙沟采石，还要派人帮他们修路。还有，马标让人带话过来，说黄沙沟的事儿是2个公社协商好的合作，谁要是从中间搞破坏，他第一个不答应。知道了，出去吧。本地降雨集中在7、8月，一次暴雨量可达平时1月总量。我知道这个数据，但设计路基排水时用的是一般降雨量。我犯了一个工程师最不该犯的错误，低估了自然的力量。次日清晨，陆哥，半个月，全村几十号人起早贪黑，利用所有空余时间修的路全废了，白干了。早说了这路不好修，干了半个月，全打水漂了。今年秋收还是得走老路。知青到底是知青，说的好听，一场雨就打回原形。小陆，你说是我的错，排水沟设计不够，我按照一般降雨量做的设计，没有考虑到本地暴雨的极端情况，路基被冲毁，不是因为材料不行，不是因为大家干得不好，是我的方案有缺陷。对不起，大家半个月的辛苦，因为我的失误白费了。也不全怪你，这雨谁也想不到下这么大，想不到不是借口。做工程的人必须把最坏的情况想到，这是我的专业，我没做到。小陆，你打算怎么办？改方案，重来。失败是最好的老师，前提是你得活着从失败里学到东西。不是排水沟太浅的问题，是整个排水系统设计思路错了，不应该只在路2侧挖沟排水，而应该在上方设置节水沟，把坡面径流在到达路基之前就引走。你什么时候来的？一直在。陆哥，新方案画好了，你看看。这个是在路的上面再挖一条沟，让雨水先走这条沟，不往路上冲。对，你学得越来越快了。陆哥，明天开工吗？开，就咱俩也开。不是咱俩，是我。你回去休息，明天天亮来接我班。陆哥，大伙儿现在士气低，我不怪他们，但总得有人先干起来。别人看到有人在干，就会跟上来的。你不是第一个来的，但你可以是第2个。
支书，干活。在我干工程的那些年里，我一直以为最重要的是技术，但今天我明白了一件事：技术能修路，但让人愿意跟着你重新站起来的，不是技术。截水沟坡度合格，如果后续按这个标准做，下次暴雨扛得住。真的？真的，但还需要验证。不是吧？又要下？来得好。啊！没有比暴雨更好的验收员了，让他来。陆哥，回去吧，啥也看不见。看那儿。成了。啥？成了，路扛住了。成了，成了，路没塌。次日清晨，还在三合土路面湿漉漉的泛着光泽，但平整完好，没有一处塌陷，比之前还硬。昨晚那个雨，上次下这么大的时候，老路直接冲没了一半。人呢？那个知青呢？在那边树下呢，让他们睡吧。今天的活咱们先干着。都别愣着！黄沙沟的兄弟修好路，以后咱运东西也方便。干！小陆，这路咋变色了？是不是前几天路没干，一直是土黄色，现在路干了就变灰了。支书您放心，现在可以通车了。那就好，那就好啊！嚯，跟走平地似的。黄沙沟的路修好了，这车装的可不少啊。那当然，我们有个知青，厉害着呢。运输时间缩短58%，损耗率下降到不足1%，粮食交付量超额完成。黄沙沟今年的秋收成绩全公社第一。我决定上报县里，推荐黄沙沟为自力更生先进集体。小陆同志也要通报表扬。好啊，好啊，小陆啊，支书，这是大家的功劳，是你的，谁都知道是你的。路通了，接下来该解决吃的问题了。大西北的冬天零下20度，大雪封山，地里寸草不生，全村人靠咸菜和窝头撑过去。每年冬天都有人因为营养不良生病。如果能搞一个温室，但温室最关键的材料透光材料、塑料薄膜，也许可以去供销社问问。这才11月初，真正的严冬还没到。支书，这是什么？冬季困难户名单。张寡妇家3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去年冬天差点冻没了。李老头68了，年年冬天犯老毛病，说白了就是吃不上菜，缺营养。还有赵三家的婆娘，月子里只能喝白水煮面糊糊，年年都这样。咱们公社入冬就没有新鲜菜，全靠秋天腌的咸菜扛到来年开春。可咸菜吃多了，缺维生素，免疫力下降，老人孩子最容易出问题。你懂得还不少。支书，我有个想法，建温室。什么？温室，一种能在冬天种菜的房子，利用阳光和保温墙体，把室内温度维持在蔬菜能生长的范围。零下20度的室外，温室里可以保持在5度以上，白菜、萝卜、菠菜都能活。零下20度还能种菜？能，原理不复杂。小陆，你说的那个我不懂，但我知道，咱们村开天辟地以来，冬天从来没长出过一棵菜。你说能种，你拿什么让大伙信？我做个实验给你看。桐油布，古人用来做雨伞的材料，透光率大约30%，比玻璃差远了，但总比没有强。先用它做对照实验，证明温室的原理。真正建温室的时候，必须弄到塑料薄膜。帮我每天早晚各记录一次温度，围挡里面的和外面的，5天后看结果。放心，陆哥，我天天盯着。哎，发芽了！陆哥，发芽了，围挡里的全发芽了。什么？发芽了？成了，走去找支书。温室选址在村南向阳坡，北面靠山挡风，南面全天日照。结构很简单，北墙用土壁厚砌，厚度1米以上，白天吸热，晚上墙封闭。南面倾斜设置透光面板，用塑料薄膜覆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光温室。你说的那个塑料薄膜够用吗？需要去县城供销社买一批。买东西要钱，咱们哪有钱？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别的方式。什么方式？我需要去县城一趟。另外，支书需要一封公社介绍信。介绍信好开，但你去县城干什么？供销社的人不好打交道，所以我得先去看看他们缺什么。
上次对付马彪的办法，这次应该也管用。你小子又打算拿手艺换东西？手艺是我唯一的资本，不用白不用。那个温室建好了，真能种出菜来？王队长，你来看看这个。啥时候开工？材料到位就开工，最迟10天。10天太长，5天。我带人把坡上的地先平了。陆哥，我跟你去。不用，这边平整场地的活需要你盯着。我教过你放线和测坡度，你能行。同志，我想买一批塑料薄膜和铁丝。介绍信，给。塑料薄膜是专项物资，需要县里的批条，铁丝也是，光有公社介绍信不行。那没批条，什么都买不了。下一位。屋顶漏了，仓库是砖木结构，建了少说有10年，木梁还行，没有腐朽的迹象，但屋面的问题很大，瓦片老化脱落严重，防水层基本不存在，油毡纸临时补过，没有固定好，起不到什么作用。一旦冬天积雪过后，残存的瓦片承压不够，很可能整片屋面垮塌。里面的物资少说值几千块，屋顶塌了全完。瓦片需要更换大约40平方米，木鳞条需要加固3根，防水层重做，工期2天。如果只有我一个人，3天。不是说了吗？没批条。郑主任，你那个仓库屋顶漏多久了？你管这个干什么？瓦片脱落面积超过1/3，木鳞条有3根已经弯曲变形，现在还能撑，但今年冬天第一场大雪下来，你猜会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屋顶承重不够，积雪以后就会塌，塌下来砸坏的可不只是屋顶，里面的物资全得报废。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帮你修屋顶，免费，条件是修好之后，你按供销社内部调拨价给我一批塑料薄膜和铁丝，不走外部采购流程，不需要县里的批条。不行不行，这不合规矩。合不合规矩你比我清楚。供销社内部调拨是你的权限范围内的事儿，我看过规定。而且，如果屋顶塌了，物资损毁的责任谁担？你打了2次修缮报告都没批下来，到时候上面追究是县里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我把屋顶修好，你的仓库安全了，上面追究不到你。你给我塑料薄膜和铁丝，我拿回去搞温室种菜，冬天让社员吃上新鲜蔬菜，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你真能修好？2天修好，修不好你不给东西，我一句话没有，成交。但我先说好，修不好，你以后别进我这个门。一言为定。这县建筑队的人来了，都不一定有这手艺吧？郑主任，可以验收了。兄弟，你这手艺真不该当知青。东西呢？塑料薄膜，县里今年统共就分了这么些，按指标你们黄沙沟是排不上的，但你帮我修了屋顶，我允你一卷。有了它，冬天种菜就有了80%把握。那谢了郑主任。喏，搭你一卷麻绳，不要钱，算我谢你修屋顶。郑主任，够意思。材料到手了，温室可以开建了。陆哥，你弄到了。接着，小心点，别弄坏了。陆哥，场地平好了，但是有人在背后嘀咕，说你又在瞎折腾。等菜种出来，自然就不嘀咕了。可还有一块地，挖到半米深的时候，底下是一层碎石。碎石层，这可麻烦了。防渗层，粘土可以做，但这附近有粘土吗？蓄水池。零下18度。我现在理解什么叫寒风刺骨了，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刺骨。但温室等不了明天，碎石层的问题不解决，地基方案就定不下来，方案定不下来，就赶不上在最冷之前把温室建好。陆兄弟，大半夜的你走过来的？马哥，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快进来，先吃碗面条，有什么事儿吃完再说。说吧，什么事儿？你蓄水池旁边堆着的那批粘土还在吗？那堆破泥巴在啊，堆了好几个月了，碍事的很。你要那个干什么？我在村里建温室，地基底下发现了碎石层，渗水太快，需要一层粘土做防渗。你那批粘土的质地刚好合适。拿走拿走，不要钱。你帮我把那堆碍眼的东西清走，我谢你还来不及。谢了马哥，不过我自己搬不了那么多，需要你派几个人帮忙拉一趟。行，但你得帮我看个东西。我们打谷场中间裂了条缝，越来越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行家，帮我瞅瞅。成交。去年还没有，今年秋天突然裂的，越来越宽，我怕到时候打谷的时候地面塌了。不会塌，这不是地基问题。你看这条缝，从东北角一直延伸到西南角，方向跟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这是冻胀裂缝。冬天地面结冻后表层膨胀，但底下的冻结深度不均匀，膨胀力不一样，就把表面撕开了。那能修吗？沿裂缝两侧各挖1锹深的槽，把松土清掉，然后用3合土回填压实。关键是回填之前，在槽底铺一层干草碎段，
铺草，干草起隔断作用，冬天冻结的时候，草层会吸收一部分膨胀力，减少表面撕裂，相当于给地面加了一层缓冲。铺草能防裂？你试试就知道了。材料全是现成的，三合土你已经学过了，干草遍地都是，半天就能修完。行，现在就干。来，夯实了。嘿，还真行。走，送这位陆大工程师回家。陆哥，你怎么让马彪亲自给你送货的？帮他修了个打谷场。你到底还有多少手艺是我不知道的？兄弟，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说，前2天公社开会，钱卫国在会上点了你的名。兄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你有本事，这我服。但有本事的人，在这个年代得小心，枪打出头鸟。知道了，谢谢马哥。30个人，10天。冬天虽然是农闲，但也不可能让人白干。上次修路可以用省粮食来说服大家，但温室在菜长出来之前，社员们凭什么相信这个东西能成？按劳分配，大伙儿听好了，小陆打算在村南向阳坡建一个温室，冬天种菜，材料已经备齐了，现在需要人手。又折腾，冬天种菜，开什么玩笑？我知道大伙儿觉得冬天种菜不可能，半个月前我也这么觉得，直到我做了一个实验，这是12天前种下的，零下15度的天气，在一个简易围挡里就能发芽。如果建一个正式的温室，更大、更保温、透光更好，白菜、萝卜、菠菜都能长。小陆，我问一句实在话，就算菜真种出来了，怎么分？温室产出归集体所有，但在分配上，谁参与建设按出工量优先分配，出工多的先拿，多拿。真的，真的，我会记工，每个人每天干了多少活，干了什么，全部记在册子上，公开透明。建设结束后按工分排序分菜。我报名，算我一个，我也来。按出工分菜，听着挺公平啊。田主任，陆远征同志，我刚才好像听到一句话，按出工量优先分配。对，温室产出归集体，分配按出工记录排序，集体产出按个人出工量分配，这不就是多劳多得吗？是，搞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什么路线？钱主任，这不是搞什么路线，是为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赵支书，调动积极性要靠思想觉悟，不是靠物质刺激。搞这种干多少活分多少菜，和一般的雇佣关系有什么区别？钱主任，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行，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但具体操作，温室的产出全部归集体所有，我没有拿1分给个人。分配方式是按劳动贡献排序，出力多的先分多分，不出力的后分少分。这和生产队分粮食按工分算有什么区别？陆远征同志，你嘴皮子很利索，但有些事儿不是嘴上说说就行。温室还没建，菜还没种出来，你现在就开始许诺分配方案，大家别被几棵苗子冲昏了头，散了吧。铁柱，我那个名字先划了吧，不是不想干，是家里头不让。陆哥，怎么办？好多人退了。别慌，他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哪句？菜还没种出来，现在说什么都是空的。唯一能堵住所有人嘴的办法就是把菜种出来。可是人不够了，还剩多少？17个。17个不够快，但够用。明天开工，来多少人干多少活，人不够，我们加班。小陆，今天的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支书请讲。你说的那些道理对不对？按劳分配，天经地义，但道理对不等于不会出事。钱卫国今天没有当场发作，不代表他不会回去做文章。他这个人会写报告，你不怕？怕。但我更怕的是，今年冬天再冻出人命来。支书，我不是不知道轻重，按出工量分配这句话，我今天不说，就没人来干活，没人干活，温室就建不起来，温室建不起来，名单上这些人怎么过冬？那你打算怎么应对钱卫国？他要写报告就让他写，但报告要经过刘书记审批才能上报县里。刘书记那个人，您说过，他讲道理看实际。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钱卫国的报告送到刘书记手里之前，让温室里长出菜来。事实摆在眼前，比什么辩解都管用。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工程师的职业病，跟工期赛跑习惯了。工期从今天起15天，不能再多了。刘书记，我在报告里详细说明了，陆远征在温室建设中采用按出工量分配产出的方式招募劳动力，本质上是用物质利益驱动集体劳动。这个口子一旦开了，老钱，
我问你一个事儿，您说，他那个温室你亲眼看过吗？还没有，但他的言论我看到了。我问的是东西做出来了没有，菜长出来了没有？还在建设中，但这不影响。老钱，你写了3页纸说它的分配方式有问题，但你没有写一个字说它的温室到底能不能种出菜来。如果菜种不出来，一切都不成立。你这份报告就是小题大做。如果菜真的种出来了，冬天让社员吃上新鲜蔬菜，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处理你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我先压着，等温室出了结果再说。刘书记，等出了结果就晚了，到时候他拿着我当了30年干部，有一条经验，判断一个人做的事是对是错，不看他怎么说，看结果。你的报告我收了，但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上报，我亲自去黄沙沟看看。那我也一起去，走吧。基槽再深半尺，对，粘土层一定要压实，不能有缝隙。看什么看？我闲着没事帮把手不行啊？行，王队长高觉悟。陆哥，刘书记来了，钱卫国也来了。来了就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别停。刘书记，不用客气，我就来看看。这墙不薄啊，1.2米，白天吸热，晚上放热，是温室保温的核心。那边是干什么的？透光面，倾斜45度朝南，用塑料薄膜覆盖。冬天太阳角度低，这个倾角能最大限度接收阳光。这底下铺的是什么？粘土防渗层。这块地底下有碎石层，渗水太快，不做防渗种不了菜。粘土从哪儿来的？红旗公社蓄水池旁边挖出来的废土，马彪同志无偿提供的。温室建好后多久能出菜？快的话20天，白菜和菠菜最快，萝卜要久一些。产量呢？按这个面积估算，一茬能出300斤左右。如果持续种植交替收获，整个冬天可以产出1200斤以上。产量是你估算的，还没种出来，谁知道准不准？是，还没种出来，所以我做了一个对照实验。这是20天前在简易围挡里种下的，零下15度以上的气温，只靠一面土坯挡风和一张桐油布就长成了这样。正是温室的保温和采光条件是围挡的5倍以上，产量只会比我估算的多，不会少。刘书记，不管温室能不能成，它的分配方式确实……老钱，你说的道理我听到了，但我也想让你听一组数据。去年冬天全公社因营养不良住院的有14个人，其中3个差点没救回来，最小的4岁，最大的71。今年呢，会不会更多？如果这个温室真的能在冬天产出1000多斤蔬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10几个人不用进医院，意味着那个4岁的孩子能吃上一口绿叶菜。老钱，你的报告我看了，你说的那些条条框框是规矩，我尊重，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的决定，温室继续建，分配方案按陆远征说的办，产出归集体按劳分配，公社拨一笔小额经费支持。你的报告我不签，但也不退给你，等温室出了结果，我们再议。是，刘书记，过了，这关过了，暂时过了。但钱卫国不会就此罢休，他的报告还在刘书记手里，随时可能被重新拿出来。我们必须在他找到下一个攻击点之前把温室建好，把菜种出来。你这个知青啊！陆哥，刚才刘书记走的时候说了什么？拨了经费。真的？多少？不多，但够买一批菜种了。太好了，那我们……别高兴太早，经费是催命符，拿了上面的钱就必须出成绩。从现在开始，每一天都是倒计时。普通土坯墙白天吸热，晚上放热，但散热速度太快。如果把墙做成3层，外层土坯，中间填干草和碎石，内层抹泥，就像给墙穿了一件棉袄，保温效果至少提高1倍。夹心墙的施工比普通墙复杂得多，中间的填充层如果不均匀，墙体受力就会不平衡，时间一长容易开裂甚至倒塌，需要有人专门负责夹心层的填充和夯实，心细手稳的人。铁柱，该教你点新东西了。零下9度，比外面暖和多了吧？外面起码零下20，不够。白菜萌发最低温度是5度以上，零下9度种子会冻死。那怎么办？墙不是砌够厚了吗？问题就在这里。白天太阳晒的时候，北墙表面温度能到10度以上，但到了后半夜，热量散得太快了。1.2米厚的纯土坯墙，蓄热量足够，但导热系数也高，热量从内壁传到外壁，再被寒风带走，再热也撑不了几个小时。铁柱，你冬天穿棉袄暖和不暖和？暖和啊。为什么暖和？因为有棉花。对，棉花是隔热层，它不产生热量，但能阻止热量散失。你的体温被棉花挡住，散不出去，所以暖和。这面墙现在就是光膀子站在风里，如果给它穿一件棉袄，在墙边塞一层隔热的东西，热量就跑不掉了。墙还能穿棉袄？能，不用棉花，干草就行。新方案，北墙砌成3层，外层土坯40厘米，中间留20厘米空腔，填满干草碎垫和碎石混合物，内层抹10厘米泥浆，3层加起来70厘米，比之前薄了，但保温效果至少提高1倍。比之前薄了还能更暖和？厚不等于暖和，关键在结构。你摸摸，是土坯梁还是干草梁？草不良。干草里面全是空气，空气是最好的隔热材料。把它夹在墙中间，热量从内壁传过来，到了草层就被挡住，外面再冷，里面的热量也散不出去。可北墙已经砌了1.2米高了，推倒重来。不用全推，只拆内侧40厘米，外层不动，在中间抛出空箱填草，重新抹内层。2天
如果人手够的话。二队的弟兄们，今天全来帮忙。谢了王队长。看什么？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拖到过年。看我的动作，不是用力砸，是倾倒，让草段自然嵌合，保留空气空隙。砸太实，隔热效果就没了。倾倒不是砸。你来试试，你想象手里拿的不是棍子，是筷子，你再加一碗面条，不是捣蒜。对了，就是这个感觉，记住它。这个数字是什么？20厘米，中间层的宽度。你每填完一段，用尺子量一下，不能超22，不能少于18。超了墙太厚，内层没地方抹泥；少了隔热不够。20厘米，记住了。铁柱这个人没上过几天学，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有一种东西是课堂上教不出来的——手感。他的手天生就知道材料的脾气，这种天赋如果放在我那个年代，至少是个高级技工。铁柱，陆哥，从明天开始，夹心层的填充全部由你负责，质量也由你把关。我行吗？你刚才填的那段我检查过了，均匀度比我做的还好。你行的，但有个条件，从今天起，每天晚上跟我学1个小时图纸，不只是看，还要学画。好。零上2度，零上，外面零下22。别喊，等一下，看看后半夜还降不降，只降了1度。成了，成了，可以种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从今天起，温室需要24小时有人看护，白天观察温度和光照，晚上检查墙体裂缝、塑料薄膜松动。你排个值班表。已经排好了，我值后半夜。你是领导派来的，领导让我下来了解各公社冬季生产情况的。路过黄沙沟，听说你们在搞什么温室，我来看看。欢迎欢迎，要不要进去？不用，我就看看。赵支书，这个温室是上面批了的，刘书记来看过，拨了经费。哦，刘书记批的，那就好。那我先走了。是真的，活的，发芽了！温室里发芽了，活了，真的活了，邪了！娃娃，这是菜，等长大了，妈给你煮菜汤喝。白菜苗高3.2厘米，有3柱偏黄，疑似光照不足。大伙儿都在里面高兴呢。高兴什么？发芽离收菜还远着呢。啊，发芽只是第一步。能不能长大，会不会生病，产量够不够，全是未知数。从现在开始才是最关键的阶段。还有，你排的值班表，晚上有没有人偷懒不来？没有，我盯着呢。好，从今天起值班内容加一条，每天记录菜苗的高度，每一行每一株都要记。发现有枯黄、弯曲、虫咬，立刻报告我。记什么格式？照我这个来，日期、行号、株号、高度、状态。日期、行号、株号。我的老天爷，零下20度，这白菜长得比秋天地里的还壮。兄弟，你得教教我们，红旗公社也要建温室。图纸可以给你，但夹心墙的施工技术你得派人来学，这个有讲究，不能瞎搞。没问题，我亲自来学。这是温室，冬天种菜用的，是我们村知青小路设计的。同志，你是哪个公社的？我是县里的，上次来过，这次路过看看。上次你说你是了解冬季生产情况的。对，了解情况。你们这个温室搞得好啊，真了不起。赵支书，公社转过来的，县里来的。支书，怎么了？匿名的，变相物质刺激，跟上次钱卫国当面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一模一样？县里会来人查吗？说明县里已经登记了，按程序会。有人写信告我，说我私自搞试验田，脱离集体生产。那我问您一句，温室里的菜是我自己吃的，还是全村人吃的？全村人的，谁都知道。那就让他们来查。但我没有退路，温室已经建了，菜已经在长了，20几户人家等着这些菜过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菜长得更快，长得更好，用结果堵住所有人的嘴。拜托了，争口气。派人去黄沙沟看看，不要提前通知，直接去。是。带个懂农业的人一起去。方干事，欢迎。赵支书，我们来了解一下群众反映的情况。方干事，温室就在村南，我可以带路。方干事，这些菜是真的，根系发育良好，叶片色泽正常，没有任何作假迹象。你就是陆远征，温室是你设计的？是。有人反映你私自搞试验田，脱离集体生产，你怎么说？3个事实：第一，温室占用的是闲置荒地，没占耕地；第二，材料就地取材，没挪用集体资金，公社拨的经费只买了菜种；第三，产出归集体，按劳分配。这是施工日志和菜苗生长记录，每一天的进度数据全部在册。方干事，但他推行的分配方式，分配的事我了解了。刘书记已经知情并同意，菜是种在集体的地上，用集体的人力建的，产出归集体分配。
哪个地方私自了，哪个地方脱离了。小陆同志，初步情况我记录了，但有一件事，周副主任说了，他想亲自看看。老方那边问题不大，但周副主任要亲自来，县领导亲自到场，一个处理不好。支书，周副主任是什么样的人？正派人，有文化，不喜欢听人说好话，喜欢看实际东西。你跟他拍胸脯没用，得拿东西给他看。第一茬菜已经可以收了，但不是等他来再收，是您带着菜去县里找他。我去县里？您是黄沙沟的当家人，温氏是全村人的心血，由您亲自去送菜，分量不一样。而且您年纪大了，大冬天跑一趟，周副主任就算是铁石心肠，也要客气3分。你小子连我这把老骨头都要算计，不是算计，是合理利用资源。行，我明天就去。进来。周主任，这是我们黄沙沟的温室，今早上刚收的，我想让您看看。这是冬天零下20度，在温室里种的，从播种到现在刚好1个月。赵支书，你走了多远的路送来？30多里。小李，去食堂借个灶，让赵支书做个菜。多少年了，冬天没喝过这么新鲜的菜汤了。赵支书，你们那个知青叫什么来着？陆远征。你回去告诉他，我明天亲自去看。小陆同志，这个温室的设计和施工全部是你主导的，技术方案是我做的，施工是全村社员一起干的，孙铁柱负责关键工序，王大锤队长协调人力，没有谁能独自完成。我看过举报信了，也看了调查组的报告，说你私自搞试验田，地是集体的，人是集体的，产出归集体，哪里私自了？说你脱离集体生产，冬天是农闲期，利用农闲时间种菜，改善这样的菜来，老百姓少生多少病，少受多少罪，这不叫搞生产，什么叫搞生产？记录：黄沙沟大队冬季温室种植项目，经现场考察，效果显著。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谢，不用谢我，给全县做了个样板出来。小陆同志，好好干。你这个温室不是黄沙沟一个村的事。过了，这回真过了。小陆啊，你说咱们干个事儿，咋就这么难呢？可能一件事需要分过3关：第一关技术，东西能不能做出来；第二关自然，老天爷给不给面子；第三关人。搞基界还得搞政治，这是我穿越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经验教训。事做得再好，也要有人替你撑伞。记住赵支书，记住那碗菠菜汤。数据记得越来越规范了。陆哥，温室的事过了，路也修了，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铁柱，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山泉，翻过那座梁就是泉眼，一年4季都有水，但流到咱们村就没了，全渗进地底了。一股泉水白白渗进了地里，如果把它引过来呢？来了，这个是领导批准给你的知青奖励。感谢领导的认可，我今后会更加努力。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好，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陆哥，里面多少钱？15块。15块能买好多东西了，加上之前的11块5、26块5，离那个4合院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从村口到了第一棵歪脖子树，剩下的路还有18里。一个冬天没死一个人，往年总要走1、2个老人，今年一个都没走。日流量目测在10到15立方米之间，如果全部引到村里，足够灌溉50亩旱田。黄沙沟现在的耕地全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就盼那几场雨。如果有了稳定水源，产量至少翻一番。这里是最大的难点，渠道要么绕过去，多走800米。要么从崖壁上凿出来，工程量巨大，但线路最短。硬，但不是最硬的。石灰岩有裂里面，可以利用。全长1500米的引水渠，渠体宽40厘米，深30厘米，用石器加3合土衬砌，2处深沟用木槽架设渡槽。悬崖段有2个选择：绕行或者凿崖。小陆，这个工程比修路大10倍不止吧？是，修路用了23天，几10个人，几乎不花钱。但引水渠不一样，需要水泥和铁管。石器渠体可以就地取材，但渡槽接口和关键节点必须用水泥固定，否则漏水。铁管用在泉眼取水口和分水闸。这2样东西比金子还难弄，水泥和铁管。我知道，所以得向县里申请。申请？县里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水泥分配得排到明年，你怎么申请？水泥2吨，铁管30米，铁丝若干，总价值大约400块。
人工全部由黄沙沟和周边公社社员义务出工，不像县里要1分钱的人工费。400块，县里一年拨给全公社的基建经费也就这个数，你一条渠就要全用了，别的公社怎么办？支书，黄沙沟50亩旱田，每年因为缺水减产多少？我算过，至少1/3。如果水渠修通，按保守估计每亩增产100斤，50亩就是5000斤粮食，一年多产的粮食价值是400块的3倍，2年就能把成本赚回来。账是好账，可县里的人不听你算账，他们听的是排号和审批，所以我需要您跟我一起去。一起去？上次温室那件事，您一个人背着竹篓走了30里去找周副主任，这次我陪您走，技术方案我来讲，大局由您来把。什么时候走？后天。后天就后天。陆哥，要是县里不批呢？那就想别的办法。什么别的办法？铁柱，做工程有一条铁律，问题一定有解决方案，只是有的方案成本高，有的成本低。县里批了，成本最低；不批，就得用成本更高的方案。但不管怎样，渠一定要修。那我能干什么？你在村里等着，把工地的准备工作做好，石料预估，人手排班，工具清点。等我回来，不管结果如何，一切准备就绪，随时能开工。放心吧，半年前那个只会出蛮力的毛头小子，现在已经能独立安排一个工地的前期准备了。赵支书，今年的水泥配额全排满了，别说2吨，半吨都挤不出来。老陈，你看看我们的方案。我不用看，不是方案好不好的问题，是东西没有。我还有事，你们先回去吧。陈科长，如果有特殊项目，比如重点水利工程，可以单独申请追加配额，是不是？理论上是，但在追加配额需要县里出具专项报告，省里审批流程很长，一般3、4个月起。你这条渠打算什么时候修？汛期前完工，最迟6月底。那来不及，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我就说嘛，排不上号。支书，周副主任的办公室在哪个方向？2楼东头。但你不能直接，我不直接去找他，我在走廊里等。小陆，这样不好吧？人家领导。小陆同志，你怎么在这里？周主任，我有一个项目方案，想请您看一眼，耽误您5分钟。进来说。周主任，这是黄沙沟以北3里处的一处常年泉眼，日流量10到15立方，全年不断。但目前泉水在流出300米后全部渗入碎石层，白白浪费。如果修一条1500米的引水渠，把泉水引到黄沙沟，不只是黄沙沟，渠道末端可以设分水闸，向红旗公社和青山公社延伸，3个公社大约3000亩旱田，可以变成有稳定灌溉的水浇地。3000亩，取体用石器加3合土衬起，材料就地取材，关键节点需要水泥2吨，铁管30米，人工由3个公社村民义务出工，我只向县里申请材料。2吨水泥，你知道今年的配额？我知道，但这条渠修成之后，每年增产的粮食保守估计在3万斤以上。3万斤粮食折算成价值是2吨水泥的20倍，而且这是每年。你这个亩产增量100斤的估算依据是什么？基于3个参数：本地旱田平均亩产、有灌溉条件的水田平均亩产，以及泉水日流量对应的灌溉能力。3个数据的来源全部来自县里自己的农业统计年报。小陆同志，你的方案我需要时间研究，但引水渠不是温室，温室出了问题，最多菜种不出来。水利工程涉及人身安全，如果我批了，你能不能保证汛期前完工，施工零事故？我保证。出了事谁担？我担。给我3天时间，3天后我给你答复。谢谢周主任。小陆，你刚才说我担，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吗？水利工程出了事故，那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拍胸脯？因为不拍他不会批，而且我有把握做到。我看了6年的书，练了6年的本事，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那这些年白活了。行，那就等3天。小陆，万一真出了事，你不用一个人担，老头子我还活着呢。赵支书，赵支书，哎，说什么了？批了没有？周主任亲自打的电话，批了。水泥2吨，铁管30米，专项拨付。但有一条必须在汛期前完工，6月底之前逾期，材料费用由公社自行承担。今天3月12号，到6月底110天，1500米渠道110天，可以，但1天都不能浪费。铁柱，叫上王队长。今晚开工前动员会，修路的时候没人受伤靠的是运气，但引水渠不一样，开山凿石、架渡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人命。如果不先培训安全规范，这是底线。不管工期多紧，这1天不能省。开工之前有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知道，注意安全嘛。这是戴帽子，这是不戴帽子，记住了吗？我们要在山上凿石头、架渡槽、搬重物。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从3米高的地方掉下来，砸在头上是什么后果？不用我说了吧？安全守则一共8条，每一条都是铁规矩，违反的人不管是谁，当天停工回家。第1条，
进入工地必须戴安全帽。第2条，所有开凿作业2人一组。第3条，崖壁施工必须系安全绳。第4条，搬运重物不超过个人体重的1半。还有4条，写在手册上，每个小组组长领一份，不识字的让识字的人念给你听，听不懂的来找我，我讲到你懂为止。钱主任来了，知青办学堂呢，还第1条第2条的，挺讲究。安全培训是县里周主任批准的方案里明确要求的。我没说不好，就是好奇你们打算培训几天？3天。哼，3天，110天的工期，花3天培训，时间很充裕嘛。杨大壮，你的锤子挥太高了，锤头过顶会失控，降低到肩膀高度。陆哥，我力气大，高一点砸得快嘛。快没用，安全第一，降下来。啊！大壮，你怎么了？锤子滑了，砸着手了。怎么了？没断骨，但指甲脱落了。别动，让血先止住。铁柱，去找赤脚医生。赵支书，培训还没结束就伤了人，正式开工以后出了人命怎么办？我的建议是，暂停施工，重新评估安全方案，等公社审批通过再开工。暂停，工期就110天，已经用了3天了，再审批等到猴年马月。钱主任，杨大壮受伤的原因是铁锤锤头松动了，根本原因是工具检查不到位，这是执行问题，不是制度问题。那不还是你管理不到位？所以我已经做了3个改进：第1，增加上工前工具互检环节；第2，设立安全员岗位，由孙铁柱担任；第3，所有工具统一编号登记，定期维护。钱主任，安全确实大于一切，但保障安全的方式是改进制度，不是停工。行，如果正式施工中再出事故，不管大小，我一定上报，应该的。又过了一关，还有个事儿，我得找铁柱说一下。铁柱，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工地的安全员，每天第1个到工地，最后1个离开。所有小组都要听你的安全指令，包括我，包括你。安全面前没有例外，我做错了你也要叫停，能不能做到？能。陆哥，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手怎么样？赤脚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养半个月就好。但半个月工地上的活我干不了了，大伙都在拼命干，就我一个人歇着。从明天起，你跟着铁柱当安全员，不用干重活。你的任务是巡查工地，检查每一把锤子、每一根撬杆、每一条安全绳。谁的工地有问题，你喊停；谁的操作不规范，你纠正。我行吗？你行，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工具检查有多重要。行，我干。42、43、44、42、43、44。陆哥，不好了！怎么了？水泥少了3袋。少了？昨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清点过，47袋。今天早上一数44袋。你确定没数错？我数了3遍，绝对没错。别声张，带我去看看。板车载重大概150斤，正好是3袋水泥的重量。是昨晚拉走的。你看折印旁边的脚印，鞋底花纹很清楚，说明是踩在软土上的。昨天傍晚收工后下了一阵小雨，地面变软了。如果是收工前拉的，脚印会被雨水冲模糊，所以是雨后，大约昨晚入夜之后。有人趁夜偷的。陆哥，那个方向是青山公社。我知道，肯定是他们干的。咱们修渠的事传开了，他们眼红。别急着下结论，车辙往那个方向走，不等于就是青山公社的人干的，也可能有人故意把车往那边推，嫁祸给他们。嫁祸？谁会？先不声张，跟我去找支书。3袋水泥2吨，总共才40袋，少了3袋等于少了将近1成。后面的工程，后面的渡槽和关键节点全靠水泥，少1袋都扛不住。报公社，让公社来查。不能报。为什么？支书，您想想，我们报上去说水泥被偷了，公社怎么处理？派人调查，调查要多久？至少3、5天。3、5天里工地停不停？就算不停，人心也散了。而且什么？钱卫国现在巴不得我们出事，水泥被偷这种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他会怎么说？管理混乱，物资流失，
辜负了县里的信任。他有100种方式把这件事变成停工的理由。那怎么办？认了？不认，但不硬来。我有个办法，既可以找回水泥，又不闹大，还能多赚一个盟友。你又要搞什么？支书，我需要您做一件事。什么事儿？明天找几个嘴快的社员，跟他们说县里追加了一批物资，后天送到，数量大，比第一批还多。追加了？没有追加呀。我知道没有，让他们以为有就行了。你要钓鱼，别硬来。看到人来了，记清楚是谁，几个人，从哪个方向来。等他们开始搬东西再出来。万一他们人多，你不用动手，出来的时候喊一句“我看到你们了”就行了。做贼心虚，他们会自己跑。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了。明白了。铁柱，不会没人来吧？嘘，陆哥说了，消息放出去的第2天晚上最容易来，因为他们需要1天时间准备。再等等。我看到你们了。小偷被抓到了吧？陆远征，你真不报公社？这2个兔崽子偷公家东西。报了公社，水泥拿得回来吗？那倒不一定。我把水泥要回来，还多换几个壮劳力，哪个划算？你小子心眼太多，去吧去吧，万一吃了亏喊一嗓子，我带人去接你。陆哥，你真打算把水渠的水分给青山公社？渠道末端本来就要设分水闸，最初的设计里就包括了向周边公社供水的可能性，这是我写在方案里的。那你不分给他们也行啊。铁柱，你觉得这条渠修好之后，只供黄沙沟一个村用，周围的公社会怎么想？眼红。对，水是命根子，独占必然眼红，眼红就会出事。今天偷水泥，明天可能破坏水渠，但若一开始就让大家共用共干，谁会破坏自己也有份的东西？所以你不是大方，你是怕他们以后捣乱。也可以说2个都是，难怪他们偷水泥。这个公社缺水比黄沙沟还严重，连一口像样的井都没有，全靠那几洼死水和每年夏天的雨水。如果我这条渠能分一支水过来，对他们来说不亚于救命。我叫陆远征，黄沙沟的知青，今天来不是告状的。那2个人是我们队里的，不管他们干了什么，我来处理。行，但在您处理之前，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下聊聊？进屋说。人你随便处理，报公社也好，告到县里也好，我认了。韩书记，我不报公社，也不告县里。你不报？不报，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韩书记，你看这个位置，云水渠的终点在黄沙沟东面，从这里分出一条支渠，往南走1000米，正好能到你们青山公社的耕地边缘。水渠修好之后，我可以在分水闸的设计里加上通往青山公社的出水口，旱季的时候，你们可以按约定的份额引水灌溉。什么约定？青山公社出20个壮劳力参与主渠施工，干到完工按出工量分水。你说的是真的？水渠真的能分水给我们？韩书记，技术上可行，主渠分支加个闸门即可，全水量足够3个公社用。与其黄沙沟独占，不如3家共享，水多了灌溉面积更大，粮食增产，大家受益。我们的人偷了你的东西，你反过来要帮我们修水渠，你图什么？图你的人？啥？图你的人？我现在最缺人手，悬崖段施工量巨大，现有劳力不够，你给我20个壮劳力，我就能按期完工，你的水就有了。这笔账划算不划算？好，20个人我出，明天就到。陆同志，不，陆兄弟，这份情青山公社记住了。不是人情，是合作。合作，好。还杵着干什么？去搬石头，干到工程完工为止。多干的部分算你们赎罪。你小子出去谈了一上午，不光把水泥要回来了，还多带了20号人，还多了一个盟友。哎，你怎么不去当外交官？当外交官不能修渠。赵支书，之前的事儿是我没管好队伍，对不住了。老韩，都是邻居，说什么对不住？以后有水一起用，有活一起干。哎，好。这得凿到什么时候？
这石头比我婆娘的心还硬，要不绕过去？绕过去要多走800米，工期至少多2个月，来不及。石灰岩硬度末氏3左右，有层状节理，裂里面大致水平，间距15到20厘米。这意味着岩体存在天然弱面，若在裂里面上施加足够膨胀力，石头会沿裂缝自行裂开。我们让石头自己裂开。炸药管控严格，我们不可能用爆破。硬凿的话，按目前的人力和工具，凿通这段崖壁至少要3个月。那你说的让石头自己裂，到底怎么弄？你们谁知道生石灰遇水会怎么样？发热，砌墙的时候泡石灰都知道，烫的不行。还有呢，生石灰遇水，体积膨胀 1.5到2倍，膨胀的过程会产生巨大的挤压力，在封闭空间里，这个力量足以撑开石头。就这玩意儿能裂石头？石灰石有天然的裂里面，就像木头有纹路一样，沿着裂里面钻孔，灌入生石灰浆，加水密封。石灰膨胀的力量会把石头沿着天然弱面一层一层撑开，无声爆破。老祖宗的法子，古人采石就用这个。小陆，这法子真行，理论上行，但我需要做一次试验，先是成功了，再在正式位置施工。那就是沿裂里面等距3个孔，每个孔深20厘米，直径3厘米，深度合格，方向偏差在2度以内，可以。然后呢，把这个填进孔里。那个小洞是干什么的？灌水用的。都退后5步。没动静啊。陆哥，有反应吗？你把手放上来。石头是热的，石灰在反应，正在膨胀。裂了，裂了，成了，石头裂了，没放炮就裂了。好小子，你他娘的是不是神仙下凡？老天爷，你是什么人？放开！不是神仙，是化学。你小子脑袋里装的到底是啥？小陆，我活了63年，见过不少有本事的人，但像你这样的没见过。支书，不是我有本事，是这片地值得。渡槽，2道深沟之间架设木质渡槽，把水从这边送到那边，高度6米，跨度12米。这是整个工程里最危险的部分。高空作业，重物吊装，木结构承压，木材能承受满载水重的木料，至少需要直径30厘米以上的整根原木。附近的山上有这么粗的树吗？材料又是材料。用石头打拱，我见过拱桥，但那是桥啊，走人的。你要在拱上面过水，石头缝不会漏吗？拱结构的原理，所有石块互相挤压，重力把每一块石头越压越紧，石头越重，拱越稳。这是老祖宗修了2000年的结构，赵州桥到现在都没塌。那漏水呢？石缝用这个填，桐油3合土，干透之后防水耐磨，再加上渡槽水道内壁用糯米灰浆做一层防水面，跟修聚水池一个原理。糯米灰浆，上次修我那个池子用的那个一样的配方。你是过来人，你说漏不漏？不漏，那玩意儿结实的很。石拱渡槽不用1根木头，石头就地取材，从崖壁段凿下来的废料刚好够用。拱跨12米，拱高6米。施工分3步，先砌2侧拱角基柱，然后用木模具搭拱，最后拆模。拱顶石就像插门栓，门栓一插，门就锁死了。韩书记，比喻人才。差半毫米，再磨。拱角要是歪了，上面全白搭。这块偏了2度，往里推。对，拱顶石稳稳地卡在那里，纹丝不动。拆模。一点不慌，成了，成了！开闸。水是生命之源，水是万物之母，有水就有了希望，有水就有了未来，有水就有了一切。甜的水来啦！铁柱，今天早点睡，明天又有新项目了。明天休息，你也会休息。黄沙沟大队在知青陆远征同志的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历时3个多月建成云水渠工程，惠及3个公社3000余亩农田，授予黄沙沟大队自力更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听见没有？全县广播念的咱们黄沙沟，是人家小陆的功劳，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关我的事儿？那路是不是我帮修的？那砖是不是我搬的？那拱顶石虽然不是我放的，但我在下面递的呀。
渗漏3处，集中在同一段，大约30米长的范围内。工期赶，人手紧，大家急着往前推进度。铁柱记了3遍，说明当时确实只夯了3遍，不是偷工减料，是赶工。而我当时没有逐段验收，是我的疏忽。陆哥，怎么了？铁柱，第1085段到11115段夯实了几遍？3遍。标准是几遍？5遍。那几天崖壁段刚完工，大伙干劲很足，都想快点推进度。我看着3遍夯完路面已经挺硬了，就觉得应该够了，是我判断失误。3遍夯实的路表面看着硬，但深层密实度不够，躯体内壁的灰浆层在水压作用下会沿着深层的微裂隙渗透。现在渗漏量很小，但随着水压持续作用，裂隙会扩大。那怎么办？加固方案：排干取水，拆除内壁灰浆层，重新夯实，重做防水灰浆，需要5天。我现在就去叫人。不急，这件事不用声张。为什么？刚通水第2天，全县广播都在表扬黄沙沟。这时候如果传出水渠有问题，你觉得会怎么样？钱卫国，这种消息一旦传出去，会被无限放大。偷工减料、好大喜功，这些帽子戴上来，不光你我倒霉，赵支书也要被追责。我们悄悄修，对外说是例行维护。陆哥，是我的错。不全是你的错，这是系统性的疏漏，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以后我再也不会偷减工序了。就是这儿，好，就在这儿下闸。密实度不足，深层还有空隙，水就是从这些空隙渗过去的。1遍、2遍、4遍、5遍，够了。本地暴雨前通常有3到5天的云层堆积期，第1天灰云，第2暗云，第3天黑云，然后倾盆大雨。现在是第2天，加快速度。怎么了？你看，暗云要下雨，快的话明天晚上，慢的话后天。我们必须在雨来之前把这段加固完，抓紧时间，天黑之前必须把这段渠修好。还差10米，按现在的速度，至少还要1天半，但雨最多等12个小时，来不及了。铁柱，10米，我们3个人来不及。再叫人，来不及了。3个人做和10个人做，在这种精细工序上区别不大，瓶颈不在人力，在工时。铁柱，去找支书，让他通知下游的社员，今晚把刚播种的田埂加高加固，以防万一。陆哥，你是说？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陆哥，我去就回。还差最后3米，来不及了。陆哥，上来，上来！天！我的苗子全完了。陆远征，你的水渠冲了我的地，你赔我！好大喜功，修什么渠？修好了吗？这就是你修的渠。我的苗子刚种下去半个月，半亩地，1年的收成啊，你赔得起吗？赵支书，这个责任谁来担？县里拨了2吨水泥，30米铁管，现在渠塌了，庄稼毁了，这笔账怎么算？说的也是，急什么呢？知青到底是知青，经验不够啊。从修路开始就一直在折腾，修路塌过，修渠又塌过，是我的责任。溃口这一段在施工时夯实次数不足，标准5遍，实际3遍，原因是工期紧张，我没有逐段验收，这是我的疏忽。30米就够了，1000多米的功劳抵不过30米的过失。钱主任说的对，30米就够了，够毁掉3个月的心血。所以整段渠道全部重新检查加固，溃口会修复。被毁的庄稼，张老叔，我个人补偿你半亩地的种子和工时，从我的口粮里扣。认错态度是好的，但光认错不够，我会把今天的情况如实上报公社和县里，怎么处理由上面定。是我的错，是我只夯了3遍。你的错我已经知道了，但在所有人面前，这个责任由我来担，因为我是技术负责人，验收是我的职责。你执行不到位是一层，我监督不到位是更上面那一层。老赵，我信你的眼光，小陆这个人的本事，大伙儿都看到了。但本事大不等于不会犯错，犯了错就得有人担。你是黄沙沟的支书，这个担子你得帮他分一些。我担，渠不能废。1000多米的工程，因为30米就全否定了，那才是真的浪费。但溃口必须尽快修复，而且以后凡是基础设施工程，必须有逐段验收记录，没有验收签字的段落不算完工。
这个规矩从黄沙沟开始立。刘书记，这个规矩小陆自己已经提出来了。他提的，出事当天他就说了，以后每项工程都必须经过验收才算完工。他还说，溃口修好之后会比原来更坚固，知道认错，知道改进，这比只会干活的人强。但批评还是要批评，你回去告诉他，县里对黄沙沟提出了批评，不上大会，内部通报，这是对他最大的保护了。谢谢刘书记。不用谢，把渠修好就是最好的交代。第1085到1115段溃决，3米渠壁损毁，下游半亩春田被毁，原因夯实不足加验收缺失，责任人我。今天开这个会，大伙儿都知道是为什么。水渠溃了口，老张家的地被冲了，事情出了，得有个说法。我的半亩苗子全没了，种子是自己的，肥是自己攒的，弯腰插了半个月，一场水全给我冲干净了，谁给我说法？就是说什么100天修好，修好了吗？刚通水2天就塌了，县里表扬的话还在广播里放着呢，自力更生先进集体，先进什么？先进他渠。我说句不好听的，从这个知青来咱们村就没消停过。修井好，修好了，可那次差点被公社处分，修路一场雨冲了大半，白干了20天。修温室又被人告到县里去了，现在修水渠又塌了。说白了就是瞎折腾，老老实实种地不好吗？非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人家是知青嘛，下来镀镀金，出出风头，干不好拍拍屁股走人。可我们呢？地冲了谁种，渠塌了谁修，他走了，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一辈子啊！对，技术好是好，可这次确实害了大伙儿。王队长说的对，就是好是好，可出了事也是真的。确实害了大伙。王大锤这句话比所有人的指责加起来都重，因为他不是在发泄情绪，他是真的这么想的。早说了，靠一个外来的知青能干成什么事儿？以后老老实实种地吧，别再折腾了。铁柱，你怎么不走？你还没走，我走什么？他们说的对，是我害了大伙。陆哥，他们说的不全对，路冲了你重新修了，比原来还好。温室被举报你扛下来了，菜种出来了，水渠这次也一样，你会修好的，你教过我。出了事，第一时间不是推责任，是解决问题。明天天亮，我在村口等你。但如果我连30米的溃口都修不好，我凭什么去上京？如果我连倒下了都不敢站起来，我凭什么买4合院？陆哥，你昨晚睡了吗？没有，我也没有。那今天干活别使猛劲，悠着点。你也是。第一步，清理溃口，把冲散的碎石和泥沙全部清走，露出下面的原始地基。第二步，检查地基，如果地基也被冲松了，要先夯实地基，再砌渠壁。陆哥，你不用跟我说为什么，你说干什么，我干什么。不，我必须跟你说为什么。上次出事就是因为你只知道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才会在我不在的时候做了错误的判断。以后你不光要知道怎么干，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干，这样就算我不在，你也能自己做正确的决定。好，你说，我听。这1米没问题了。支书，干活。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天的话别往心里去。您说骂你是因为急，等渠修好了，他们自然明白，做事的人挨骂，闲人看热闹，古今都一样。支书，他们说的有些话也不全是错，我确实赶工了，确实疏忽了。知道就好，但知道自己错了，还能爬起来继续干，这才是真本事。行了，干活。干什么活？分配一下。王队长，溃口这一段还剩2米，需要清基、夯实、砌壁、抹灰浆。您带人负责清基和搬石头，我和陆哥负责砌壁和灰浆，行不行？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利索了？行，弟兄们，干！我们来晚了。
陆兄弟，渠是大家的，出了事，大家一起扛。谢了，韩书记。这块石头不行，你看这面太光滑了，灰浆粘不住，换一块表面粗糙的。听声音，夯实了的地面声音是砰砰的闷响，没夯实的是噗噗的空响。你试试，听出区别了吗？有了，左边是闷的，右边是空的。对，前天的话说中了。没有，说的对。明天我还来。溃口修复进度85%，加固方案全段2次夯实，防水灰浆加厚30%，预计强度超过原设计标准150%。经验教训，任何工程必须逐段验收，未经验收不算完工。赶工永远不能以降低标准为代价。做事的人挨骂，不做事的人看热闹，认了。一个人可以修井，但修渠需要所有人，所以修好之后要让所有人知道为什么好，好在哪儿，不能只让他们看到结果，要让他们理解过程。我不是来请功的，我是来认错的，然后跟大伙儿立一个规矩，恢复供水。不喽！我不是来请功的，是来认错的。水渠溃口的直接原因，第1085段到1115段夯实次数不足，标准5遍，实际3遍。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石拱渡槽的设计上，没有对这一段进行逐段验收。夯实不足是执行问题，但没有验收是管理问题，两个问题都出在我身上。前天大会上有人说我从修井开始就一直在瞎折腾，这句话对了一半，对的那一半是我确实一直在折腾，修井、修路、建温室、修水渠，每一件事我都在折腾。错的那一半是我不认为这是瞎折腾。修路之前每年秋收运粮损耗600斤，修路以后损耗不到30斤。修温室之前每年冬天因为营养不良生病的有10几个人，修温室后去年冬天没有一个人因为缺菜生病。通水到现在3个公社有1000多亩旱田浇上了第一遍水，今年的收成我不敢说翻一番，但比去年多3成，我有信心。这些是折腾出来的，没有折腾什么都不会变，但折腾不等于不犯错。修路的时候被暴雨冲了，因为我低估了本地的降雨量。修水渠又被暴雨冲了，因为我赶工没有验收，2次都是我的问题。张老叔，你的半亩苗子种子和工时我赔，等秋天收了粮，从我的口粮里扣。算了，渠修好了就行。最后，我要跟大伙儿立一个规矩。第1条，所有工程分段施工、分段验收，每完成一段，必须由施工负责人和验收员共同签字确认质量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段。未经签字的段落不算完工。第2条，验收标准公开透明，夯实几遍，灰浆多厚，石缝多宽，每一项都有数字标准，写在施工手册里，任何人可以随时对照检查。第3条，出了质量问题，先查原因再定责任，谁施工的段落出了问题，施工人负责返工修复，谁负责验收的段落出了问题，验收人承担连带责任。第4条，以后凡是我负责的工程，我承诺逐段验收，亲手签字，签了字的段落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担全部责任。这个制度不只是给我立的，不管是我干的工程还是别人干的工程，都按这个来。有规矩好，以前干活都是凭感觉，哪像现在几遍几遍的数清楚。我同意，好规矩。红旗公社也跟着学，青山公社也是。大伙儿听到了，小路的规矩从今天起就是黄沙沟的规矩，谁有意见？摔了跤不怕，怕的是摔了不敢站起来。散会，明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日子还长着呢。散会后，钱卫国最后一个离开打谷场，他一直做到所有人都走光了才站起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不是笑，是一种复杂的抽动。最终他转身离开，他的步子不快不慢，但比来的时候沉了几分。赔偿张老倔半亩地种子和工时约3元，当前资产修正23.5元。以后绝不再犯赶工的错，宁可慢，不可废。陆哥，昨晚我把全线巡查了一遍，1500米，每一段都检查了。好，以后每周巡查1次，记录存档。明白。陆哥，下一步干什么？那片黄土的颜色不太一样，红褐色偏重，质地细腻。这种土如果含铝量足够的话，是烧砖的好料。
啥？铁柱，你们村有烧过砖的人吗？烧砖？没有吧？盖房子全是土坯。那，你想不想学？又要折腾了。对，又要折腾了。赵支书，县里下通知了，推广小型砖窑。砖窑，咱们连像样的土坯房都盖不利索，还烧砖？看吧，我就知道你这个表情。支书，这个通知来得太好了。好在哪儿？黄沙沟现在的房子，土坯房占90%以上，保温差、防潮差、抗震差。如果能用砖替代土坯，道理我懂，但砖窑咱们谁也没见过。我见过。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看过书。砖窑的原理不复杂，关键就3件事儿：好土、好窑、好火候。那咱们的土行吗？支书，明天我带你去看看。那片土层的颜色和质地跟普通黄土不一样，红褐色、细腻、有粘性。如果含铝量和含铁量达标，就是天然的制砖原料。你怎么知道含什么量达不达标？取一块回来烧一下就知道了。陆哥，就这么烧？先看看烧出来什么样。真正的砖窑温度要800到1000度，这个火堆顶多400-500度，但足够做初步判断了。支书，能烧，硬是挺硬的。这还是低温烧的，如果用正式砖窑烧到800度以上，硬度还能翻一番。这片土就是天然的砖土。窑建在哪儿？最佳位置在村东那块平地，地势稍高，排水好，离取土的山坡近。村东那块地那是耕地。对，不行，那块地是2队的，2队的张老倔，就是他。我跟你说清楚，村东那块地是我们2队的命根子，3亩6寸，年年种粮。你想占来烧砖，做梦！张叔，我还没正式提，还没提，全村都传遍了，说你要占地建砖窑，谁敢动1寸，我跟谁拼命。上次你那条渠冲了我半亩地，我忍了，这次你要动我3亩6，没门儿。张叔，您说的对，耕地不能占。你说什么？耕地不能占，种粮食的地就是种粮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拿来干别的。这一条我同意。那你还建什么砖窑？张叔，我会找一个不占1分耕地的地方建窑，如果找不到，我就不建。说到做到。说到做到。不占地我不管你，占了我找你没完。不占耕地，那你建在哪儿？我再找找。要么太小，要么离水源太远，要么坡度太大。坡度20度，建窑不理想，但不是不可能。如果在坡面上切出2级台地，每级宽4米，足够放下窑体和操作空间。坡面朝南，白天日照充足，有利于砖坯晾干。唯一的问题是，平整坡面的工作量很大，比在平地上建窑多出至少1倍的土方作业。多干1倍就多干1倍，不占耕地，这是底线。这地方的地形太复杂了。当家的，那个知青说不占地了，你还瞎操什么心？我不是操心，我是想，他说不占地就不占地了，哪有那么容易？那不是有那片荒坡？荒坡？那个坡能建窑？坡度那么大？人家是有本事的人，管他呢，睡吧。有本事的人。哼，村北荒坡，坡度20度，从没种过东西，不算耕地。我的方案是在坡面上切2级台地，上面1级建窑堂，下面1级做操作区和冷却区。坡面的天然落差正好用来设计排烟道，会比平地建窑的排烟效率高2成，坡度反而成了优势。是，平地建窑需要单独挖烟道、砌烟囱，费工费料。坡地建窑，坡面本身就是天然的烟道，省了至少1/3的砌筑量。可平整坡面得多少人工？比平地建窑多1倍的土方作业，大约需要15个人干5天。秋收快到了，人手紧，不用全村出动，我和铁柱带5-6个年轻人，先把台地切出来，台地平整好之后，再叫人来砌窑。分2个阶段，不影响秋收准备。你得先让县里那边确认这个选址没问题，别建完了又有人说私自占地。你什么时候拿我的章盖的？昨晚您睡着的时候，您的章放在炕柜第2格，
你小子学乖了。上次赶工的教训，以后每一步都有据可查，有人签字，不给任何人留画饼。荒坡建窑选址倒是不错，不占耕地，但我有个疑问，坡度这么大，窑体的地基稳不稳？刘书记，台地切入坡面后，底部是原生硬土层，跟修路时的路基原理一样。我会在台地前沿砌一道挡土墙，防止坡面滑动。老钱，你的意见？方案写得很好，但我有一个问题：砖窑建好之后，烧砖的燃料从哪儿来？大西北不比南方，树木稀少，总不能拿庄稼杆子烧吧？影响秋后还农。钱主任问得好，燃料方面我考虑了3个来源：第一，村周边山坡上废弃的枯死灌木和荆棘，清理出来正好当燃料，一举两得。第二，修整台地时挖出的草根和碎木。第三，窑体设计上我采用了半岛堰式结构，热效率比传统直堰窑高30%以上，同样的燃料烧出更多的砖。批了，荒坡选址没问题，不占耕地，有技术方案，见。但老规矩，出了质量问题，按你自己立的那套验收制度来，一定。铁柱，把绳子拉直，从这个目标到那个目标。好，沿着这条线往下挖，深度先挖半米，碎石和荆棘堆在旁边，别乱扔。明白。陆哥，第一天就推进了2米，照这个速度，明天会更慢。碎石层过了之后是岩石，得一块一块撬出来。1、2、3，起！好，搬走。这块石头放这里，对，大面朝下，稳了再灌泥。陆哥，这些石头以后就用这些砌窑。对，从哪儿挖出来的就用在哪儿，省得搬来搬去。陆哥，这个位置风景真好啊！我们不是来看风景的，量一下这个角到那个角，误差不能超过3厘米。陆哥，你猜谁来了？谁？张老倔，在下面那棵歪脖子树后面蹲着呢，假装路过，蹲了快半个小时了。他不是说不占地我不管吗？别理他，让他看。他在看什么？他在看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坡上建出窑来。如果能，他虽然不会说什么好话，但心里会服；如果不能，他回去就有话说了。台地完工了，明天开始砌窑。终于到正事儿了。砌窑跟砌墙差不多吧？差远了。砌墙是方的，受力均匀，结构简单；砌窑是圆的，每一块砖的角度都不一样，稍有偏差，整个窑堂就歪了。而且窑堂内壁要承受800度以上的高温，普通泥砖扛不住，必须用耐火材料。耐火材料又要去找？不用找，这个就是耐火石，石英砂岩。这片山坡上到处都是，敲碎了磨成粉，和粘土混合做成耐火泥。窑堂内壁就用这个。砌窑开始之后，我需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学烧窑，不是跟着看，是真正学会。温度怎么控制，火候怎么掌握，什么时候加柴，什么时候封窑，以后这座窑要由你来管。我来管？我不可能永远待在黄沙沟，窑建好了得有人接手。温室是你在管，管得很好，窑也一样。行，我学。缝隙2指宽，不能多不能少。太宽热气散了，砖烧不透；太窄热气过不去。中间的砖是生的。可以了，封窑口。小陆，这第一把火你来点。铁柱来。我？以后这座窑归你管，第一把火由你来点。你看，现在是橙红色，大约500度，等变成亮红色就是600度，到了橘黄色700度，最后变成白亮色800度以上。到了白亮色就不能再加柴了，保温就行。差不多了，600多度，再加半捆柴，慢慢来。到了，烽火堂口开始保温，接下来等自然冷却，至少12个小时不能开窑，急着开砖会炸。12个小时啊！慢工出细活，
急是这个行当最大的忌讳。成了！哇！这砖跟县里供销社卖的一模一样啊！比供销社的还好，供销社的是直焰窑烧的，受热不均匀，我们的是半岛焰窑，每一块砖的烧结度都一样，硬的跟铁似的，拿来盖房子那可太结实了。还行吧。张叔，好消息，这座窑一炉能出800块砖，一间标准农房大约需要3000块，4炉砖够盖一间新房。我打算跟支书商量，用砖窑的产出帮全社翻建房屋，从最旧的房子开始一家一家的换，不收钱，只要出人工。张叔，您家那几间房，我上次路过看了一眼，后墙已经裂了，要不要排在第一批？你看着办吧。烧砖可以对外卖吗？公社之间有没有需求？这些问题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在这个年代，卖砖这种事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过什么样的关，远比烧砖本身复杂的多。他现在连砖都会烧了。第一炉砖质量很好，赵德厚说比现砖厂的还结实。让他烧，砖窑产出的分配和使用必须经过公社审批，每一块砖的去向必须有账可查。是，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时候。你摸摸这墙，光滑的，不掉渣。以前那个土坯墙，一碰一手灰。行了行了，不就是个房子？不就是个房子？你昨晚半夜起来摸了3次墙，我不知道。北墙垂直度合格，东墙偏差2毫米，在允许范围内。瓦片搭接正常，排水坡度够了。验收通过，通过。签字。哎，还行吧，还行吧。别挤，别挤，按顺序来。支书，我家那房子比张老倔家还烂，他都建了，凭啥我排后面？我家屋顶上次下雨漏了一炕，再不修人要发霉了。我们家8口人挤2间房，连炕都睡不开。47户，你那个窑一炉800块砖，一间房要3000块，你自己算算。47户，按每户平均2间房算，总需94000块砖。窑一炉800块，3天一炉，全部烧完需要350多炉，大约1000天。3年。按目前的产能是的，太慢了，需要想办法提高产量，但先不急这个。支书，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什么事？钱卫国上次说的砖窑产出的分配和使用必须经过公社审批，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县里看到我们的砖质量好，会不会？你是说？砍了7成，7成上交县里。剩下3成，每炉800块的3成是240块，一间房3000块，光用自留的份额，一间房要烧12炉半，将近40天才够盖一间房。47户翻建，猴年马月。凭什么？窑是咱们自己建的，砖是咱们自己烧的，凭什么上交7成？县里要砖自己不会建窑，抢我们的算怎么回事？那我排的号还算不算数？要等到什么时候？上面的通知不能不执行。但7成上交，社员们的房子就没指望了。小陆，你怎么看？这个通知不能硬顶。我知道不能硬顶，问题是不能硬顶，但可以绕。怎么绕？通知说上交7成，是按目前产能算的。目前一炉800块，7成就是560块，但通知是70%，没有说具体数量。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把产量提上去，比如每炉800块，提高到1100块甚至更多，7成上交的数量当然也跟着涨，但剩下的3成也会跟着涨。上交的多了，县里高兴，留下的也多了，社员不耽误。对呀，它规定的是比例，不是总量。产量越高，关键就在这里，不跟政策对着干，而是在政策框架内用技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分到的那3成自然就够用了。陆哥，怎么提产量？窑就那么大？我已经有了初步构思，可以将产量提升3到4成。详细计划我需要再想想。进风口是关键。现在的方形进风口进气量不够均匀，靠火塘近的过烧，远的欠烧。如果把进风口改成渐扩型，空气进入窑膛后扇形展开，每一排砖坯受到的热风量就趋于一致，受热均匀了，烧制时间就可以缩短。还有码砖，现在砖坯是平放的，占空间大。如果改成侧立码放，同样的窑膛空间可以多放3成砖坯，理论上可行。
但理论和实际之间隔着一炉砖的距离。改造期间需停窑2天，这2天不能烧砖，上交任务的进度会被耽误。决定，值得。2天的停工换长期40%的增产，怎么算都划算。陆哥，小心点儿，里面还烫着呢。知道，递泥刀过来。气流扇形展开了，角度大约60度，够覆盖整个窑膛宽度。侧立码放的关键，每一块砖的底部要放1粒碎石当垫脚，碎石的大小决定了砖与砖之间的间距。这个大小的碎石，间距刚好1指半。你试试，手感不错。记住，码到第5层以上的时候，每一块砖的重心要稍微往里倾2度，高了之后外倾容易倒，内倾靠互相挤压反而更稳。5层以上，往里倾2度。排气孔全开，空气流速快，温度偏低但均匀；半开，流速慢，温度升高但可能不均。烧窑的前8小时用全开排湿，中间阶段逐渐关小升温。铁柱已经可以独立完成装窑了。从半年前连铁锹都不会握的毛头小子，到现在能精确控制1指半间距的码砖师傅，这种成长速度，放在我那个年代，至少够进高级技工培训班了。总共码了1168块，比上次多了368块。你确定？数了2遍。好，那就看这一炉烧出来什么样了。剑廓形进风口的效果比预期更好，受热均匀度提升了至少2成。1、2、150、300、1000，有32块废了，倒了粘一起了。右上角进风口的气流有一个小涡旋，吹到那个位置的砖坯不稳。下一炉在那个区域的碎石垫脚加大1号，增加摩擦力。右上角碎石加大，但总体1136块。比改造前多了336块，提升了4成多。4成多，陆哥你真是……你这脑子咋长的？就是这句。改造后每炉1136块，7成上交795块，3成自流341块，341块比改造前的全部产量的3成240块多了100块。同时，上交给县里的数量也从560块涨到了795块，多了4成。县里的任务不但没耽误，反而提前完成。社员这边每炉多出100块自用砖，翻建的速度虽然比之前慢，但比收到通知后的预期快了1倍不止。这下县里社员都有砖，两头不得罪。不是不得罪，是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赚了。你小子不去做生意，真是可惜了。支书，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工程，用最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当资源被外力限制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效率。效率上去了，限制就不再是限制了。好，那就继续烧。老赵，你们黄沙沟这次交的砖比县砖厂还好。县基建办打电话来表扬了，都是小陆的功劳。老钱，黄沙沟的砖窑效率提升这事你知道吧？知道，技术改造、进风口和码砖方式都改了，效率确实提高了。他用2天停窑换了4成增产。当前资产38元，距离目标还是很远，但比上个月近了。砖窑改造总结：技术瓶颈可以用技术解决，政策瓶颈不能硬顶，但可以用效率绕过去。关键原则，在规则框架内把蛋糕做大。这个光泽，这个质感，不是普通的烧结，这是陶化反应。这团泥料里含有某种矿物质，在高温下发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类似陶器的结构。如果这片山坡的土里普遍含有这种成分，那就不只是能烧砖了。陶器。陆哥，你吃土？不是吃，是测味道。好的陶土舔上去有一种微微的涩感和金属味，因为含铁和铝的氧化物高。这片土含铁量很高，是做陶器的好料。砖土在坡面上层烧砖用，但这一层坡面以下大约半米，
是一层更细的红褐色粘土。这种土含有丰富的铁和铝的氧化物，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下会发生陶化反应，变成坚硬、防水、耐久的陶器。你是说，咱们不但能烧砖，还能烧碗、罐子、盆子、缸子，日用陶器。陶器？那可是硬通货。你知道县城供销社的陶器有多缺吗？上次我去换塑料薄膜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日用陶器的货架空了一半，碗罐盆常年缺货。附近几个县城都一样，因为本地没有大型陶器厂，全靠外地调货，运输成本高，供应不稳定。那如果咱们能自己烧，陆哥，干！别急，先试烧，试烧成功了才能说干。陆哥，你连这个都会？看书学的。看书学的。成了，品相不差，光泽度比很多土窑陶器都好，因为咱们的窑温度控制的精确。这个碗能卖钱吗？不是卖钱，是为集体创收。这两个说法意思一样，但分量完全不同。办陶器作坊，支书，您是不是怕被人说闲话？是，你看上次温室的事，钱卫国就说过物质刺激，这次要是办作坊卖陶器，他还不得把屎盆子扣到天上去？支书，您看看这个关于黄沙沟大队依托砖窑资源发展集体陶器生产支援建设的方案报告，你小子比我还会写报告。不是我会写，办作坊卖东西和发展支援建设是同一件事。第一种说法可能会被扣屎盆子，第二种说法谁也挑不出毛病。太丑了，跟你捏的比，差了108000里。你第一次捏能成型就不错了，手感要练，跟砌墙一样，没有捷径。陆哥，我有个事想问你。说。你打算在黄沙沟待多久？你教我看图纸，学砌墙，学烧窑，每一样你都在教我。我有时候觉得你是在准备走。铁柱，我不知道我会待多久，但不管我在不在，黄沙沟的路渠、温室、砖窑都得有人管。这个人不能是我，因为我迟早会走，但可以是你。我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让你以后能独立撑起这一摊。等你什么时候不需要问我下一步干什么了，就是我可以放心走的时候。我知道了。那陶器作坊的事儿以后也归我管，归你管。从建作坊到烧陶到输出品质，全是你的。我只帮你把第一批烧出来，剩下的路你自己走。行，我走。跟省里的精神对得上，社村企业，县里正缺向省里汇报的典型案例。你们这个陶器作坊如果办成了，可以作为全县的样板。一定办好。这个小路了不得。省里的精神，社村企业，连上面的人看他的眼光都在变。这是我管的第一个作坊。终极目标，去北京买4合院。如果陶器作坊成功，这个数字会开始真正动起来。泥的手感不错，含水量控制在20%左右，可以成型。日用陶器不求精美，求的是结实、实用、不漏水。碗要底平口圆，胎厚均匀；罐要肚大口小，装东西方便，不容易翻倒。盆要宽浅，洗菜洗衣都够用。又歪了，这也太难了，手一抖就歪。第一天能成型就行，手感是练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每天练2个小时，1个月之后你闭着眼都能捏。陶瓷比砖对温度更敏感，低了烧不透，表面一层壳，里面还是生泥，一碰就碎；高了过烧会变形、起泡，甚至炸裂。温度窗口很窄，大约在950到1050度之间。你必须盯紧火焰的颜色变化。
大号罐子底部全裂了，3炉了，还是烧不好，是不是咱们这个窑不行？专门烧砖的窑能烧陶器吗？陆哥，是不是我是烧窑的时候哪里搞错了？不是你的问题，窑温控制你做得很好，每一炉的记录我都看了，火候控制在允许范围内。问题不在窑温，外层和内层的收缩率不一样，外层收缩大，内层收缩小。冷却的时候外层绷紧，内层松弛，就像给一个胖子穿了一件小号的衣服，最终撑裂了。收缩率不一样，不是用的同一种泥吗？问题可能就在泥料上。沙粒，我把泥料筛得太细了，纯粘土做坯，可塑性好，表面光滑，但收缩率太大，大件器物，比如罐子，坯厚体积大，内外温差在冷却时更明显，纯粘土扛不住这种内张力。陆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有一个粗陶缸，装咸菜用的，那个缸特别结实，用了几十年都没裂。我小时候摸过那个缸，手感跟咱们烧的不一样，它表面不是光滑的，是粗粗的，像细砂纸。你说沙粒，我奶奶那个缸是不是因为里面掺了沙子，所以表面粗但是不裂？粗陶？你奶奶那个缸是粗陶，粗陶的泥料里掺了一定比例的细沙，沙子在高温下不收缩，像骨架一样撑住泥胎。粘土收缩的时候，沙粒分散了应力，整体收缩率降低了，内外应力差就小了，就不裂了。那掺多少沙子？掺多了，坯体太松，烧完没强度，一碰就碎；掺少了，跟没掺一样。需要找到一个最佳比例。铁柱，这个比例要靠试，你愿不愿意自己来？愿意。沙1 5%，太黏，跟没加一样。沙2 10%，好捏，但还是太细。沙3 15%，手感变了，有颗粒感。快了，我能感觉得到，这一批样品出炉后，我一定能找到最佳的混合比例。陆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孩子悟性极佳，踏实肯干，是块难得的好料子。不对，不对，还是不对。17，是17。17% 的沙，不裂不渗，摔不碎。铁柱，这个配方是你的，你说呢？我哪知道？钱主任这回没派人来看，人家前3回都看了，够了。完好，70件入窑，68件完好，合格率9.7，成了，成了，68件合格，碗、灌盆全成了。好小子！第4炉不是我调的配方，是铁柱自己试出来的，17%的细沙，这个数字不在任何教科书里，天赋加上努力，最终烧出了自己的答案。走吧。陆哥，供销社的郑胖子能收吗？东西好他就收，关键在质量。质量没问题。修屋顶的小兄弟来了，这次又要修什么？不修东西，送东西。兄弟，这哪儿来的？黄沙沟自己烧的，窑是砖陶两用窑，泥料是我们村的特殊陶土加细沙，成品耐用不渗水，强度比调来的外地货好。硬，真硬。180件，碗100个，罐50个，盆30个。按社村企业走调拨，价格你定。碗每个3分，罐每个8分，盆每个1毛2，总共13块6毛。当场付款13块6毛，成交。货款直接入黄沙沟大队集体账户，我们带一张收据回去。卸货，都搬进来，轻拿轻放。郑主任，给我们食堂留50个碗。缸有没有？大号的。盆呢？别挤，180件，一人最多20件，排队。帮我转接黄沙沟大队赵德厚支书。喂，我是赵德厚。赵支书，你们那个陶器还有没有？各单位都在抢，再来3车，不5车，越快越好。有，我马上安排。第一批180件，13块6，
如果每周出2炉，每炉70件，每月产600件左右，1个月收入大约40多块。按供销社报价，月收入大约45到50元，扣除成本，净收入35到40元，1年就是400到500元，全部入集体账户。这么多，400块，不敢想，这要卖多少筐红薯？支书，高兴归高兴，但有2件事必须提前准备。什么事儿？第一，账目，每一件陶器的生产、运输、销售都必须有完整记录，收入全部入集体账，支出全部有处可查。第二，树大招风，一个公社的砖窑又能烧砖又能烧陶，集体账上多了几百块钱，你觉得隔壁公社什么反应？县里某些人什么反应？你说怎么办？把所有的好事包装成上面的好事。这是陶器作坊第1季度的生产总结和下一步计划，里面重点强调了3件事：响应省里发展涉村企业的号召，填补县内日用陶器供应缺口，收入用改社员生产生活条件。你这个人不写报告干的活就白干了。这个年代文件比砖头硬，还不到时候，再等等。老钱，这份报告你酝酿了多久？3个月，从陶器作坊开办之初就在关注。刘书记，我尊重陆远征的能力，但能力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黄沙沟今年秋收的亩产数据查过，比去年只提高了12%，而全县平均增幅是15%。黄沙在副业上高歌猛进的同时，农业增长反而低于全县平均水，劳动力去哪儿了？烧窑去了。这就是重富轻农，不是我扣帽子，是数据说话。这份报告我必须上报县里，不是因为我同意你的结论，是因为有3个公章，程序上我绑不住。但在县里做出结论之前，黄沙沟的一切生产活动照常进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小陆，这次不一样，不是匿名信，是3个公社联名盖了公章的正式文件。田卫国做了3个月的准备，数据、证据联名一样不缺。他说的那个数据，秋收亩产增幅低于全县平均，是真的吗？好像是比县里的平均低了点，但那是因为今年夏天那场暴雨的影响只有半亩地，水渠溃了口那次。我们确实抽了一部分劳动力去烧窑，收秋的那2周窑没停过。那怎么办？取缔？不会取缔。为什么？因为他的攻击虽然精准，但他漏了一个东西：政策。在这里，支书，看这个。不得以重富轻农为由随意打压基层创新。这是省里的文件，什么时候下发的？3周前，钱卫国的联名报告递交之前1周，他要么没看到这份文件，要么看到了故意忽略了。不管哪种，他的报告引用的政策依据已经过时了。省里最新的精神是鼓励而不是限制。我把陶器作坊的成绩整理成了一份正式汇报，重点强调3件事：第一，响应省里发展涉端企业的最新精神；第二，填补了县内日用陶器的供应缺口，供销社有采购记录为证；第三，收入全部归集体，账目清楚透明。农业增幅的问题呢？他说咱们低于全县平均。2个回应：第一，亩产增幅低的主要原因是水渠溃口，这有灾情记录为证；第二，这是引水渠通水以来溃口修复之后的灌溉增产数据。修复后到秋收结束的2个月内，有灌溉条件的田地亩产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3%，远高于全县平均。钱卫国用的是全年平均数据，他的统计口径选的对他有利。这个数据他故意没提。你这个人打仗都够用了。支书，材料写好了，但光有材料不够，需要有人替我们说话。这份材料不能只给刘书记，得直接送到县里。送给谁？周副主任。上次温室的事是您亲自背着竹篓去找他的，这次也得您去。我去。支书，再带上这个，明天一早就走。周主任，省里下个月有一个社村企业经验交流会，要求各县推荐1到2个典型案例上报。咱们县到现在一个像样的案例都没有，各公社的社村企业要么还没起步，要么规模太小，省里催了2次了，一个都没有。有一个黄沙沟的陶器作坊，但今天收到了一份联名调查申请。省里要典型案例，有人要告这个典型，让赵德厚来找我，带上所有的材料。支书，见到周主任之后，先不要提联名报告的事儿。先把陶器给他看，把政策给他看，把省文件的精神念给他听，让他自己判断。你放心，支书辛苦您了，又得走30里山路，走惯了，上次背竹笼走的那回更沉。小陆，早点回去休息。这个63岁的老人，为了黄沙沟已经走过无数次30里的山路，每一次都是为了帮我，帮这个不知从哪来的知青，去争取一些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但在这个年代必须拼命争取的东西。我能给他什么回报？把黄沙沟变好，这是我唯一能给他的。记住赵支书，不管以后走到哪里，记住他。63了还跑，当心腿。下午就回来。路上喝，别凉着。你怎么起这么早？没睡。又没睡。支书，见到周主任之后，第一件事把陶碗拿出来，不用说什么，就把碗放在他桌上，让他自己拿起来看。为什么？周主任是个讲实际的人，你说100句好话，不如让他自己摸一下碗，碗的质量会替我们说话。记住了。第二件事，他如果问到联名报告的事，
您不要回避，也不要辩解，直接把账册给他看。账册是最硬的证据，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全在上面。放心。第3件事，这是省文件关键段落的抄录。如果周主任提到重富轻农，您把这张纸给他看。3件事，碗、账册、文件，够了，剩下的交给周主任判断。老赵，你来是为了那份联名报告的事吧？周主任，这是我们黄沙沟自己烧的碗。这是你们黄沙沟自己烧的，自己的窑，自己的土，自己的手艺。小陆设计的窑，铁柱调的配方，从挖土到出窑，全是我们公社社员干的。周主任，这是作坊从建成到现在的全部账目，每一件产品的生产、销售、收入全在上面。成立3个月，集体净收入超过100元，全部入了集体账。年底分配的时候，每户社员多分了2斤粮食和1斤油，往年别说油了，粮食都分不够。老赵，联名报告说你们重富轻农，你怎么看？周主任，这是省里3周前刚下发的文件，关于鼓励社团企业的补充意见，里面有一句话，不得以重富轻农为由随意打压基层创新。这是我们作坊的详细情况汇报，小陆写的，里面包括云水渠修复后的农业增产数据，作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评估，以及下一步的生产计划。小李在。联名报告里提到的黄沙沟秋收公产数据，帮我重新核实一下，把全年数据拆分成2段，水渠溃口前和溃口修复后分别计算征服。是。老赵，你先回去，等我核实完数据再给你答复。周主任，那个联名报告我看到了，但做决定之前我要看自己核实的数据。老赵，你放心回去，在我做出结论之前，谁也不能动黄沙沟的一砖一瓦。周主任，这碗留给您用。周主任，黄沙沟全年亩产增幅12%，低于全县平均，但溃口修复后达23%，远高于平均。全年被溃口期拉低，修复后2个月全县最高。这个陆远征有点本事。陶器作坊固定3人，非农忙用工，秋收期临时调配5人到窑上10天，未参加秋收，其余50多劳力全在地里，5人10天对全年农业生产影响微乎其微。通知刘万山黄沙沟陶器作坊列为全县社团企业典型案例，上报省交流会。联名报告不予采信，其发起人公社副主任钱卫国近年多次以程序审查干扰基层生产创新，记录在案，建议公社党委批评教育。是，县里的批复你看到了，联名报告查无实据，省里的文件精神也很明确，不得打压基层创新。老钱，说实话，你这几年的工作不是没有成绩，但在黄沙沟这件事上，你犯了一个错误，你把精力花在了怎么证明陆远征是错的上面，而不是怎么帮黄沙沟发展的更好。你是分管副主任，你的职责是帮他们，不是卡他们。刘书记，我承认我对陆远征有偏见，从他修井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一个知青凭什么比我一个干了10几年的老干部做得好？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但我不认为我完全错了。他做的事有些确实有风险，修路塌过，修渠也塌过，每次都是他运气好，赶上了好政策，碰上了好领导。如果换一个县，换一个周副主任，他早就被收拾了。但这个县的周副主任没有收拾他，因为他做的事儿经得起查。县里决定将你调到县物资站工作，算是平调，不降级，但离开公社了。刘书记，这几年承蒙关照，老钱，到了新岗位好好干。陆远征，你赢了。没有谁赢谁输。你这个人连赢了都不肯承认。说实话，你的本事我服，但你的命太好了。钱卫国说我命好，也许吧。碰到了赵支书，碰到了周副主任，碰到了省里恰好下发的文件，每一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了转机。但命好不好，不是全部。那些图纸，那些数据，那些账册，那些他始终找不到漏洞的汇报材料，是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这路真的是我错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吧。黄沙沟大队陶器作坊，兄弟，你可太给咱大西北长脸了。小陆，县里来人了，有件事跟你谈谈。陆远征同志，
久仰大名，我是县组织科的，正式聘请你担任巡回技术顾问，负责建设项目的技术指导，同时有意将你调到西建办做办公室。你看，这个能让我想想吗？去县城，有编制有待遇，这意味着什么？第一，稳定收入，知青的补贴1个月几块钱，县基建办的干部工资少说20多，攒钱速度翻好几倍。第二，离上京更近，不是物理距离，是社会距离。在县城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更大的项目、更广的人脉。以后如果有机会调动，从县城往上走比从黄沙沟往上走容易得多。第三，不用再顶着烈日休渠、半夜守窑，这些理由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答案：走。但还有另外的问题。温室孙铁柱在管，但冬天的保温体系还需要改进。水渠运行正常，但还没做过全面的抗洪加固。砖窑产能还可以再提。陶器作坊刚上正轨，品种还太少。还有那些排队等盖新房的社员，47户才盖了5户。如果我走了，谁来做这些事？铁柱他成长得很快，但他毕竟才学了不到1年，大的方向他能把握，但复杂技术难题他还扛不住。唉，走还是留？进来。县里不光给了编制，还批了县城宿舍指标，这是纸条。支书，您怎么看？你的路你自己选。您不留我，这么好的机会，您都不留？小陆，我当然想留你，全村都想留你，但我不能因为黄沙沟需要你就绑住你。你不欠我们的，你来了1年多，干的事儿够3个人干3年的了，你已经给了我们太多。陆兄弟，你不能走，你走了谁给我修蓄水池？上次修的那个快到检修期了，你答应过每年帮我检查1次的。马哥，蓄水池的检修铁柱就能做。铁柱是好小子，但他又不是你，你看问题的眼睛跟他不一样。上次你一眼就看出地基有空洞，铁柱能看出来吗？陆兄弟，不光我们公社，周边3个公社都想请你，你走之前能不能帮我们把底子铺好？你们都要我去？你去县城做办公室浪费，你的手艺是在工地上用的，不是在桌子后面用的。他们不是来挽留我的，他们是来预约我的。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一个知青，我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小陆来了，快坐。方同志，关于调动的事儿，我想跟您再谈谈。我不去县城。不去？这可是带编制带宿舍的，多少人抢着要。我以巡回技术顾问留在黄沙沟，按需支援各公社，服务效率比坐办公室高10倍，待遇按项目拿技术服务费，绝不违规。巡回技术顾问，这个方案我得赶紧汇报。黄沙沟终于扬眉吐气了，小陆这孩子给咱长脸了。这位同志，那位同志在哪儿？我们想跟他取经。在坡上画图呢，别打扰。陆知青忙着给咱谋出路。陆哥，你想好了吗？真的要去县城吗？我知道你该走，可我舍不得。温室、砖窑、陶器坊，那么多事，我一个人真的撑不住，我怕搞砸你所有心血。我不走了，留下来，咱们一起把这些事儿做完，把黄沙沟建起来。真的吗？太好了，陆哥，